但你等一下不要跑太前面，太热情。好，懂哦，哈。懂舞台哦。有他的那个视角范围。谢谢。懂。不该晒。多彩。喂。好，那5分我们就开始了。好，各位爸爸妈妈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早。好，很高兴可以今天来到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好，那我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网络上都称呼我泽爸，沼泽的泽，爸爸的爸，因为我的儿子有泽这个字啊。简单的说就是泽泽的爸爸了。对，就是一个附属品的概念了哈。好，那我的本名叫魏伟志，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在全台湾到处各地分享，担任讲师，然后在网络上面写作，担任作家。这个起源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不是本科系出身的，我是读电机的，然后在科技业工作了10多年，真的是完完全全为了孩子而投入在亲子这个领域当中啊。只是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有点像传统类型的爸爸啦。不过也没那么传统，因为当我的孩子情绪是好的时候，我的情绪也是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玩得很开心，玩得很疯。但是，只要他开始有情绪了，哭了闹了，我还是会先用好好说的。但是讲1遍讲2遍，他继续撸继续还哦，我的火来了。什么吼他、骂他、打他、念他、处罚他，什么都全部都做过了。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他大概3岁左右的时候，就站在我的跟前，然后我因为某一件事情大吼了他，非常非常凶，然后他就在我眼前，然后他就这样低头发抖，不敢抬头看我，然后泪水直流的模样。我就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情，就叫做，明明他就是我最爱的人，我为什么要让他这么的怕我？而且，难道没有除了恐惧之外更好的教养方式吗？我很困惑，我很迷惘，因为这样子的念头跟我成长背景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以前的我的想法就只有一个，就叫做孩子如果犯了错啊，就一定要让他记得。那怎么让他记得？就让他怕，打他、骂他、处罚他才会记得。如果孩子犯了错哈，爸爸妈妈没有这么做，就等于是在干嘛？放任他，宠坏他，溺爱他。哦，大概就是这种观念啊。所以我后来发现到这样子的观念其实是极端值，也就是说，要么就是要让他恐惧，不然就是在溺爱。我后来去找寻有没有中间值的方法，有没有不是这两边的，一定有没有中间的。我觉得非常庆幸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现在生长在一个资讯非常丰沛的年代，所以我大量的去阅读，然后去上课、听讲座，然后等等的，就有吸收到非常非常多。我就从我儿子大概快4岁、3岁多快4岁的时候，我下定决心要当一个8不爸爸，就是不打、不骂、不批评、不责备、不威胁、不恐吓、不利诱，也不条件交换。从他3岁多一直到他10岁，我才觉得我好像真的完全做到了。也就是说，我练了整整7年。那这7年的过程当中，我超级挫败的，我非常多，就是我不想要吼他，但是却忍不住又吼了，就真的。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哈，是昨天才发生的。我真的觉得，哎呀，爸爸妈妈真的很难为哦。最近我儿子上高中啊，他9月份上高中，是个高1生。然后他最近感觉到他想要长大，但是也不代表说我们不让他长大，我们也没有很多的约束哦。我跟我老婆对于我孩子的约束基本上没有到非常非常多，可能是3C 啊，或是回来的时间啊，或者是你可能要去阅读啊等等的啊，就是这些事情而已。我儿子昨天因为我们提到一些事情，他整个不开心，整个很不高兴。然后呢，我就等他情绪稳定一点之后，我就去跟他聊，说你怎么了？怎么我们只要一提到这类的事情，这类的事情就不讲了哈。某一类的事情，他就整个防卫心很重，很像一个刺猬一样。
我觉得很庆幸的地方是，我在我儿子从小到大到现在，我跟他培养一个非常良好的沟通习惯，以及我从他还小的时候就引导他跟训练他，让他练习可以做表达。所以我的孩子就是我儿子，他在我问他的状况底下，他依然可以说出他怎么了。我很不开心啊，我很生气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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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后甚至还讲出了一句话，在我引导之下，他就说：“我当时小学5年级的时候，那件事情，那你们就这样对我，所以我就觉得我很不好啊，我觉得我很错啊，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糟糕的，所以我以后就不想跟你们谈这件事啊。”我就哇，原来以前10岁的时候的事情，到现在15岁你都还记得哎。我就觉得啊，天哪！我觉得爸爸妈妈好为难哦。我讲这个为难，就是其实我们也不是故意的，有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反应，我们只是一个担心，我们只是一些情绪上来。但是我真的没有，老实讲那件事情哦，当然我不能跟大家讲什么事，因为这是他的隐私。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当时也都是好好用说的。好好讲，我没有打骂他哦，因为他那时候已经5年级了，我已经不打不骂了，完全没有打骂他哦。但是我们的方式、我们的眼神、我们的说话的姿态，依然让我的孩子埋藏在心中，而这个心中影响到他高一了，类似的事情他都选择不要跟我们分享比较好。所以我就从这段过程当中，我也不断在调整。然后我在调整的过程里面，我就有很多想法跟心得，我就把它写在网络上面。后来我就在亲子天下看到我的文章之后，就跟我做了邀约，然后就很荣幸的就成为了一个讲师，然后我也成立了粉专，就很多邀约不断接踵而来。那这几年当中我也总共出了5本著作。我最后那一行我写的文字原本只有亲子作家4个字而已啦。就出了这2本这一本引导孩子目前已经22刷，印刷量超过25000本。然后对话中就是等一下会送出去的这个本著作9月份发行到现在已经3个月，已经都是博客来啊、成品的各大畅销排行榜，也入围了100大畅销，所以好像不写个畅销2字怪怪的。开玩笑，好，所以等一下所讲的内容比较多的会是从这2本书里面截取出来好，那我们快速进入今天的主题亲子沟通。因为我孩子已经15快16岁了，所以要我回想起我从有了孩子到现在，我当了15年半的爸爸，我自己觉得最值得的地方就是2个。第一个就叫做我下定决心不打不骂不念。第二个就是跟他们养成一个良好的对话跟沟通习惯。因为有这样子的习惯，所以我的儿子在我们的平常的相处当下，以及在引导的当下，他还会持续跟我们分享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亲子沟通嘛？那我们来回想一件事情虽然我们在主题是亲子，但是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就叫做我们只要是跟人相处就需要沟通，对不对？那我们有跟多少人沟通过？在外面在工作的话，可能就是老板、同事、客户、主管、厂商。那家里的话，可能有手足、朋友、邻居，或者是孩子，然后伴侣，以及我们的爸妈。伴侣的爸妈，对不对？非常多人那我来邀请大家来想一个问题我们跟这么多人沟通跟这么多人，谁是我们心中觉得最难沟通的人？我们选个具体的人，1个或2个，复选题3个也可以。3个的话，就表示我们的生活很辛苦。如果有到3个的话
好，不过哈，这一个具体的人哈，不要讲笼统的。什么叫笼统的？就是我觉得是固执的人哦，不要给这种答案。好，大家放在心里哈，等一下我用投票的啊。好，我们想个2秒钟啊。哎呦，感觉想到了哈，因为我看到你们的眼神透露出了肃杀之气啊。来，我用投票的哈。请问大家觉得这个难沟通的对象是孩子的，请举手。哎，没有人举手，请看看。所以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了，谢谢大家，谢谢。没有啦，其实这表示什么？表示其他的更大条啦，对不对？哈，来，第二个可能如果觉得举手有危险的话，就在这边这样子，这样，我也看得到哈。来，请问大家觉得这个难沟通的对象是伴侣的，请举手。好，谢谢。哎，2位没有举啊？我为什么会先强调这个哈？因为有一次我真的我就很放胆的去问这个问题，没有想到居然有位老公是这样。然后他还这样哦，我说哇塞，他回家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好，最后一个问题哈，来，请问大家觉得这个难沟通的对象是长辈的，请举手。好，谢谢，荣登第1名啊！我相信可能还是有，还是有人这3个都没有举手。那可能答案会有蛮多元的，可能像是自己啊，或者是觉得是客户啊，或等等的啊。但是绝大多数会觉得难沟通的对象，都只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原因我们会觉得家人是难沟通的人？因为在乎啊。如果我不认识他，我跟他不熟，我去跟他讲一件事情，他根本不甩我，那我就说关我什么事，随便你，对不对？我不用理他，我跟他没有任何瓜葛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持续跟一个人沟通？因为他是我们最在乎的人，所以我们会觉得一个人难沟通啊，他一定是经过一段历程的。什么历程呢？我尝试跟他沟通好多遍。但是他都觉得我都觉得他无法沟通，所以我才会觉得他难沟通。一定有这段历程。好，以刚刚最多人举手的长辈为例哈，那我们想一想，我们跟我们自己的爸爸或妈妈，我们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努力的跟我们的爸妈沟通了？然后尝试沟通好多遍，然后他都无法沟通，所以我才会觉得他难沟通。从什么时候开始了？从小，青春期，长大，成家，有小孩之后，一定有一个开始，对不对？然后经历过一段历程。好，那我们再来问这个问题，再问一次。你认为世界上最难沟通的人是谁？这个问题，如果现在去问我们的孩子，大家觉得他的答案会说谁？会觉得是爸妈的几率高不高？我们好像不小心陷入一个轮回啊。以前我们是小孩子的时候，觉得我们的爸妈难沟通啊，现在换成我们是爸妈了，似乎也让我们的孩子心中觉得我们是个难沟通的大人。什么原因？在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心理学的东西，叫做惯性的传承。首先，我先跟大家分享什么叫惯性。惯性的意思呢，就叫做我曾经做过的经验值，我来套在现在类似的事情上面，我就把过去的经验套过来就好了，我不用想新的，我不用去改变，我就直接套就好了。我就用惯性去使然。例如哈，我已经习惯喝了2种饮料，然后那2种饮料可能也没有很好喝啦，但是不差啦。然后有一天我打开整个冰箱柜，发现一大堆的饮料让我选，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选择，选择性障碍。这个时候看到那2罐饮料，心里想说：哎呀，反正我都喝过，也不差啦，就这2罐了啦，就这样子选择了。
叫惯性嘛我们开车是惯性，我们吃东西是惯性，我们去某一家店也是惯性，都是惯性。来，什么叫惯性的传承呢？在教养上面的意思就叫做，我小的时候是被如何对待的，长大了，我现在要面对我的小孩的时候，我用相同的方式去对待他就可以了。反正我也是这么长大的我也没有不好，那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对我的小孩？他大不了就像我这样这是最多惯性传承或者思维好，那惯性的传承就会产生一个状况，就叫做曾经发生过的不好，通常现在也会持续发生，因为我们没有改变嘛。那以刚刚沟通上的阻碍来看的话，传统的教养氛围最大的沟通阻碍是什么？权威。我们这一代比较没有那么权威，但是上一代非常的权威。以权威来看在一个传统的氛围家庭里面，男主外女主内，爸爸高高在上，权威十足，妈妈负责家里一切所有大小事，包含了孩子的事情，家里面的事情。爸爸通常都是在外赚钱，回到家没他的事，他就做自己的事。但是如果教养需要爸爸出面，通常都没好事。这是以前的传统氛围然后以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有一天他打电话回来，他离开家了，打电话回来，嘟嘟嘟嘟嘟嘟，喂，爸爸接的。通常这个孩子下一句话可能会回什么？喂，爸，妈嘞？妈在吗？妈不在好，没关系，我再用赖跟妈说就好了。怎么会是妈？怎么是爸接的？其实我们长大了之后，我们在工作职场上的一段时间，我们是否能明白，爸爸辛苦赚钱养家是一种爱我们的展现？这叫认知。但是因为从小没有体验，所以我跟他的关系依然不深。来，这个概念就叫做认知跟体验是两回事，认知跟体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我们要如何让孩子感受到我们是爱他的，以及我们是愿意跟你沟通的，不是说而已，说都是认知的产生。那以现在的教养氛围来看，权威感没那么重。不过惯性的传承非常容易出现在两种情况底下。第一种叫做需要教养的时候，第二个情绪上来的时候。通常情绪一上来，很容易用本能去做很多的事情，那本能就包含了惯性。那以现在来看有3种说话方式会不自觉的带来所谓的类似像权威的东西，我把它称之为位阶感，就是家中依然有位阶的。只要家中有位阶的话，基本上沟通可能还是会有些困难，特别是孩子长大之后，像高中跟国中。为什么位阶感就会有这样的状况举例来说，我们假设在公司行号上班，假设我们要离职了，我们会跟老板或主管讲真正离职的原因吗？我们通常都怎么说？我有我的人生规划。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公司烂了，福利差了，薪水低了，内容我不喜欢了。大概就是一些真正的原因什么时候才会讲？跟同事抱怨的时候才会讲，面对主管跟老板有位阶的时候是不会讲的。所以如果家中不自觉的会产生位阶感的一些言语的话，孩子觉得对了，你就是爸妈，你就是位阶比我高，那么他很多的时候的沟通也会选择不说。哪3种呢？第一种叫做命令语句，第二种叫说服语句，第3种叫做批评、责备跟否定语句。好，通常我在体制内的学校，我比较多常使用的例子就叫写功课，但是这边可能功课不会很多那我用做报告好了，好不好？这应该有报告吧，对不对？有在学校做。哇塞，好，收东西可以吧？我要收东西可以吧？好不好？例如说已经很晚了，他们东西都乱七八糟，
命令语句会怎么说？你现在给我收起来，快一点，很脏马上！如果你没有在几点之内把这些把东西收完的话，我就扣你点数哦。类似像这样的这叫做命令语句嘛。那说服语句是什么？孩子啊，你有没有发现到这边好像脏脏的？有哦。那你觉得是不是应该来收一下呢？我不要，孩子啊，没有不要。收东西是我们每个人家的职责，我们一起维护这个家的整洁。这样子，我们一回到家，整家干干净净、开开心，这不是很棒吗？我不要，孩子啊，你没听懂妈妈的意思哈？就是一起来。批评、否定跟责备嘞，你真的很脏你真的是有够乱你真的很爱拖你怎么可以这么的不爱干净啊？你这作吗？类似像这样这些全部都是好。那为什么这3种语句带着权威、带着位阶的嘞？命令不用讲了嘛，对不对？一定是上对下才会有命令嘛。说服呢？说服它就是软性的命令，他用好好做但是本质没有变啊。本质是什么？听话。他用各式各样的理由去要求你听话。第3个，批评、责备跟否定，老实讲，通常只有上位者会带着主观去批判下位者。有听过下位者去批判上位者的吗？当面不敢的啦所以这3种语句通常都是造成孩子心中会开始隐藏着，对啦，你就是比我高阶啦，那有些事情我觉得不要跟你说会比较好一点。于是到了国中跟高中的沟通就会出现很多的状况，那等一下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不要这3种语句该怎么做嘞？首先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先意识到我们跟孩子所说的话是带着惯性传承的，就是有不自觉的说出这3种语句。那当我们发现了之后，我们下一步其实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是，如果又遇到类似的事情，我还能怎么说会更好？这一句话就是我从我儿子3岁多，我不断的去问自己的一句话：我还能怎么说或怎么做会更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去听讲座、看教养书，我就觉得就是很大的帮助了。因为我不觉得有哪一些教养书或者是哪一方面的学问一定就是照着它做就对了没有，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学派跟每一个作者或者是讲者，他所分享的是属于他的经验或是他的研究结果，而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我们不是他，我们也不是他的研究对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也包含了我们的孩子也是独特的。也因为每一对亲子都是独特的情况底下，就很难用一个100%的方法套用在每一个家庭或每一对亲子当中。所以我们要做的是 try and error， 想一想，这个方法感觉不错，我来抓抓看，然后试试看，哎呀，好像不是那么好，没关系，再来。这个方法再拿来看，再试试看，好像也没有那么好，再来。我再试一个方法，抄抄看，有效他吃这一套，好来，那就这个专属于我跟这个孩子的方法。然后如果家中有手足的话，这个方法可以套用在另外的手足身上吗？也不会。所以我们要专属于这个孩子去找寻另外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发现爸妈好累。你知道，通常我讲完这一段话有一些爸爸妈妈的心中就会感到很莫大的委屈。你知道这委屈感怎么来吗？没有人这样子对我，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好像耐着性子的去对待他们。对啊，其实因为这句话，我老婆跟我说过。我就跟我老婆说：“老婆啊，我们无法选择父母，但是孩子就是我们生下来的。
是我们选择让他来到这个世上，他就是我们最爱的人了。所以我想要用更好的方式来对待他，这是我的选择。那你有你的选择，你可以不要依照这个选择，但是你跟你爸爸妈妈的相处模式，可能就会套用在你跟你的孩子身上。那你不后悔就好，你不后悔就好。这是我跟我老婆说，因为我不觉得夫妻之间哈，就是好像我是一个我是一个专精这边的人，我的老婆就是要听我的。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我老婆有我老婆的个性，我也有我的个性，所以我们要去找寻不同的方法。虽然这样子讲好像有一点，有点怪怪的，但是我把自己哈，我不是自己，我把每一个家长要自诩为杨过。金庸小说有没有读过？金庸小说啊，杨过《神雕侠侣》对，《神雕侠侣》有杨过。为什么要杨过呢？因为杨过从小到大，他学习的各种门派，对不对？玉女，然后全真，甚至弹指神通，或者蛤蟆功，或者是打狗棒法，他全部都学。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符合哪一个门派，而是他自创自己的黯然销魂掌。我觉得每一对父母面对不同的孩子，都要有这样子的脉络。好，我们先发现我们带着惯性对待孩子，然后去改变。改变之后呢，那通常比较好的沟通方式，往往会带着4种核心价值。我先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等一下有机会跟大家做更详细的说明哈。4种核心价值，第一个就叫做平等、尊重、好奇、关心。平等、尊重、好奇、关心。好，大概以这个概念啊。那我们沟通的第一件事情其实是这个，想要跟孩子之间有一个很良善的沟通，绝对不是我们学了一些什么方法，然后去跟孩子去用一些对话技巧或对话方法去改变他，不是，而是我们要先改变。我们这个改变就叫做我们的眼神、我们的说话方式、我们的语调、我们的表情、我们的姿态、我们的肢体语言，在需要跟孩子教养、沟通或者是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去改变。如果没有改变，通常都是带着惯性的传承的话，那以前发生的事情，那也会套用在我们跟孩子身上。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刚刚讲到一个东西叫做惯性的传承，通常来自于一个东西叫做情绪上来。我相信今天会愿意来这边聆听一些讲座，来学习一些方法的爸爸妈妈哈，我们都是非常在乎、非常爱孩子的。我们是如此的爱他跟在乎他的情况底下，我们还是会在某一种情境底下，会去责备他、批评他、骂他、念他。来想一想，在那个当下，我们的内在正处于一个怎么样的情绪或感受之中？好，我套个情境哈，大家跟孩子之间会遇到3C 的议题吗？会哈。好，假设一个状况，我只是套个情境哈。假设有一个孩子他在跟我们吃饭的时候一直狂滑手机，或狂看平板，然后我们可能会怎么说？好了，可以了，用很久了，把平板收起来了。然后孩子会怎么回？孩子会说：“哦，好，没问题，妈妈，你讲的真棒，我收起来喽。”会吗？他一定会。等一下，还没好，快了，再5分钟，再10分钟。好，你自己讲哦，再10分钟哦，10分钟要收了哦。好，没问题。然后看着时钟1分1秒的过去，结果10分钟真的到了，他收了吗？你不是说10分钟吗？你怎么还在用啊？可以收起来咯。再一下，这个时候可能就爆了。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没有滑手机啦，把它收起来啦。都你自己讲10分钟，你自己做不到，你这破坏我对你的信任啊！我提醒你哦，
如果你现在不收的话，我就把你的平板从头没收啊。然后这时候孩子怎么样？好的，收起来让他心情那是好的吗？不好。我吃完了，他就走了。哎，以刚刚这样子的状况底下哈，请问我们会一开始想要去跟孩子去提醒，我们一定出自于我们对他的关心嘛，对不对？那虽然最终是生气了，有点不太高兴，因为我们讲了2遍了，然后他自己也讲了，他都没有做到，我们讲了2遍。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虽然一开始是以关心为起头，最后是以生气为结尾，不过中间的过程，其实我们的内在也出现了一些的情绪，只是这些情绪我们没有发现到，最后全部都转为生气。中间的情绪有什么？失望。很好，失望。还有没有？沮丧有。同样的事情，每一个人的内在感受都不一样，可能还会有担心，对不对？请问我们会对孩子感到担心、沮丧、失望，我们的出发点是来自于爱他还是不爱他？是爱啊，但是我们的孩子有感受到被爱吗？比较少，比较少。那我们的孩子只有感受到什么？责备。那这根本不是我们的本意耶，这完完全全不是我们的本意哈。那大家认为哈，我来再套另外一个情境，请问我们有没有滑着手机然后不想放下来的时刻？有没有？有。打电动有没有？破完一关之后又给我30分钟，好像不再打一下不行哦。还有跟同学、跟朋友组队，如果我擅自离开，我们会掉排位，不行，我会被队友骂，没赛，所以不行，我一定要继续。虽然我觉得很累了。还有追剧有没有？韩剧超强的地方就是它永远会断在一个我们好想知道接下来的一个地方，然后看完了之后就跑字幕了，好晚了怎么办？再看一下下就好了，我再知道那个状况就可以了。结果一看就怎么又50分钟就过了？这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啊。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个状况，所以我们也会好想要继续看下去，所以我们的孩子一定也有这个心情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孩子他好想要继续看下去，好想要继续看下去，其实要纠结嘛。他知道他该停了，但是他因为眼前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一些元素，他停不下来，其实他的内心也是一种纠结。或者是等等的，他会担心说，或者是等一下会不会被骂，或者是担心朋友会不会等一下责备我，不知道。他的内在有非常多的担心、纠结或不安。那你们认为一个孩子他的内在非常非常多的情绪，我们一个吼声可以了，收起来，然后这个孩子会瞬间好担心哦，好纠结哦，一吼之后就爸爸，你的吼声有如醍醐灌顶，让我冷静了。爸爸，你一吼，我就发现到不行啊！我再继续看下去，我的眼睛可能会近视啊！爸爸，你一吼太准确了，你一吼我马上就可以停了下来，然后立刻收起来，不会再滑了。爸爸，谢谢你吼我，会吗？不会哈，完全不会。有一句话叫做，大人的情绪对于孩子当前所遇到的困境是没有任何帮助的，没有任何帮助。但是既然没有帮助，我们为什么还是要有情绪？我们为什么还是要生气？就是这些啊。刚刚讲到的，我们看到孩子的景象，我们的内在其实非常复杂，我们出现很多的失望、沮丧、担心、担忧，很多的这样子的状态，就很像是一个我们内在有一个火山一样，情绪就是里面的岩浆，然后越堆越高，越堆越高，越堆越高，然后到了洞口了，
我们受不了了，爆炸之后，火山爆炸会怎么样？里面岩浆就会，来，火山爆炸会炸毁的地方是离它最近的村庄。那一个人的情绪火山爆炸，它会炸毁的是什么地方？对，家人。所以我常常会告诉自己一句话，就叫做：我们不要对外人都是好好说话，但是对自己最亲近的家人，情绪一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要尽量避免这样子的行为。我们应该要做到的就叫做，面对我们最爱的家人，我们对外人还是要好好说了哈，还是好好说啊。面对自己最亲近的家人，我们要先把自己的内在照顾好之后，想清楚了再去说。那什么叫做把自己内在给照顾好？就叫做要跟孩子进行一个沟通的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就叫做我们一定要先稳定双方情绪，再来沟通。稳定情绪，那怎么稳定情绪呢？我相信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的所谓的情绪来的征兆。内在涌出了情绪，我们的外在一定有征兆会出现，这要相由心生啊。举例说，假设我们在紧张，我们就会不自觉的搓手或抖脚，来回走动，上厕所。我们在烦恼的时候，这些都是情绪一来，然后会不自觉的，就是瞬间反映到我们的外在行为特征上面。那假设我们对孩子感到烦躁了，我们有哪一些外在行为会率先跑出来？像这样的，我数到3哦，我再讲最后一遍，你再一次给我试试看。大概就这几句话哈。那生气嘞？或者你看我还没有讲话哦，可是从肢体动作就发现到我在尾送啊，对不对？那如果再这样，语调就更多啦，音量提高，语音加重，讲出难听的话，还有叫他全名。这些全部都是我们表示我们有在生气了啊。所以有知觉的父母要能够在情绪稳定的当下，再去跟孩子好好说话的第一件事情，绝对是要先发现到我们有情绪了。这个步骤叫做觉察情绪。而怎么觉察情绪，就是我们要先从我们的外在行为特征发现到。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哦，因为有太多的大人都没有发现到自己有情绪。通常没有发现的大人都会讲这一句话：我没有在生气啊，我不是讲话大声一点而已嘛，为什么讲我生气啊？你看表情变了，语调变了，什么都变了，喊我没啊！反正会讲这句话所以当我们要先发现之后的第二个动作，我觉得就很棒，叫做离开现场嘛。对，小学生可以离开现场了。幼儿园可能很难，但是小学可以了，就离开。但是离开现场之前我们还是要讲点话的。为什么因为假设你们是我的孩子然后我是一个生气的爸爸，哇，你怎么了？你怎么回事你在北宋啥？也很错愕啊，对不对？那如果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嘞？你等一下完蛋了！哇，孩子更抖，哇，那怎么办？所以我这是我个人习惯了。我自己当我发现我在生气，我很不高兴的，我觉得我无法沟通下去，我就会跟孩子讲这几句话。第一个叫做客观的事实陈述，再加上什么？我当下的内在状态。
孩子，其实你讲这句话，我听了不是很高兴。你可以表达，但是你刚刚表达的方式，我听得很不舒服。其实我对于你这样子的回应方式，我很生气。我现在讲不下去，我现在很火，我现在有点火。请你在这边先去冷静一下，爸爸去喝口水，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谈。那就这样。客观的事实陈述，再加上描述我当下的内在状态，我觉得这是最棒的方法。然后离开现场之后呢，就去干嘛？调节情绪。好，什么叫调节情绪？调节情绪的意思呢，就叫做我们的火山起来了，让它整个爆发好像不太对。刚刚讲都在破坏村庄嘛，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去调节情绪呢？就是在一个火山旁边开一个孔。让里面的岩浆找到一个出口，可以缓缓安全的流掉。等到那个岩浆的水位越来越低之后，我们的心情也恢复平静了。好，那这一个开孔是什么？我先讲非常不好的调节情绪的方法非常不好的，叫做抽烟、赌博、喝酒、暴饮暴食，这是非常非常不好那有两个。情绪上来了，然后能够让心情调节好的有两个，第一个是非常非常棒的方法，第二个是偶尔可以做，但是长期效果可能没那么好的我先讲长期效果没那么好，短暂很有效果的，叫做打电动、追剧、逛虾皮就是去买东西这个。能够短暂有效果，但是对长期没有帮助，因为它其实就是忽略情绪了。来，我讲一个非常棒的方法，第一个叫运动，好方法。第二个，去从事我们自己很喜欢的兴趣或嗜好，阅读、画画，或者是那个烹饪模型都可以很喜欢的兴趣或嗜好。专注投入。第三个就是与他人有着正向的互动跟交流。我把我内心的不高兴、我的不开心，全部把一个人去跟他讲，然后全部倒出来，他能够承接，而且这一个人是信任的人，而且他也不会跟我说教。如果这一个人是伴侣的话，就完美。但是如果伴侣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话，就是老婆一讲就开始忍不住就给他给建议或分析那可能就可以找一下闺蜜。不过通常这一类的人男人比较难找，因为找妈吉来找兄弟来你知道吗？我最近很闷闷什么啦？来啦，干一杯啦！大概最多就是这样的男生就比较难找了不过真的，如果有一个对象，为什么要互指呢？如果真的有一个对象能够把我们的郁闷、我们的烦恼全部倾诉，然后那个人就是专心聆听，这是一件很超级幸福的事情真的好，所以第二件事情能够跟孩子进行一个沟通，请记得一定是等双方情绪都稳定了再来沟通，就是孩子的情绪稳定，我们的情绪稳定，我们再来沟通，请记得一个有情绪的人说不出好听话，一个有情绪的人也听不进别人讲话。假设我在跟我老婆吵架，我有可能会我有可能会这样说吗？老婆，我很生你的气，但是你讲的好有道理。不会完全不会。所以孩子，那为什么孩子会说好我知道？为什么？对，因为害怕。什么时候就说我不要？什么时候？对，青春期青春期所以保持一个平等跟尊重的沟通习惯跟模式，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的重点不是为了现在，我们重点是为了未来。未来那6年我们是否好过，决定于我们现在怎么对待它。好，那接下来大概40分钟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沟通的一些细节
那讲到沟通哈，有3句话是我常常会反问自己的。那在这边想要跟大家做一些分享，我也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想一想哈。第一句话，我们跟孩子沟通完之后，他会觉得我们是愿意倾听，并且是能理解他的人吗？好，第二个，跟孩子沟通完之后，他会喜欢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棒的人吗？好，第三个，跟孩子沟通完之后，我们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紧密与融洽吗？在这边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认为亲子之间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关系二字。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比关系更重要了。关系2个字很奇妙哈，看不到，摸不着，但是真实存在。如果我们把一条绳子比喻成关系的话哈，关系越好，绳子越粗；关系越不好，绳子越细。那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哈。我们来想，我们自己跟我们爸爸的关系线是粗是细还是一般般？想完爸爸想妈妈，想象我们自己跟我们妈妈的关系线是粗是细还是一般般？想完自己的，可以想伴侣的，伴侣跟他的爸爸，伴侣跟他的妈妈，可以都想一想。好，想完一轮之后，还可以想别人。有没有发现到，其实所谓的关系二字，它有很多的中间值，不过有2个极端值。这个极端值叫做亲子关系很疏离，就是那条线很薄，快断掉了。另外一边叫做亲子关系很紧密，哦，那条线很粗哈，非常的扎实。通常亲子关系在孩子18岁左右的时候就差不多定型了，之后要挽回会有难度。那如果亲子关系在孩子18岁那一刻，我们的关系是疏离的话，那就会呈现怎么样的互动？往往都是爸爸妈妈主动跟孩子联系，孩子已经不太会主动跟爸妈联系。传讯息给他，不是已读不回，不是OK 好简单回复。一个不常主动联系的孩子，突然主动联系了。要紧张，为何要紧张？因为缺钱了，对，出事了，闯祸了，有事相求了。你知道有一件相求的事情哈，我在台湾各地蛮多都看到了，就是这个。爸妈，你们好吗？我们回来了，好久不见。这个是你的孙子啊。我们工作很忙，不好意思啦，要麻烦你一下了。我们回来看他的，要吃饭洗澡哈，准时睡觉好吗？我台湾各地蛮多的啊，不过这也是一些辛酸啦，因为工作时长蛮长的，或者是工作怎么样，很多的原因啦啊。那如果亲子关系是很好的情况底下会怎么样？孩子成年之后离开家了，不管他多忙多累多远，在国外在异地，随时随地都会一通电话、一个视讯、一个问候。他的联系没有背后任何的目的跟意义，很单纯，2个字：思念。他的思念，因为思念，所以他会想要主动跟我们分享很多事情；因为思念，所以他会想要跟我们诉苦、抱怨、分享喜悦，跟主动联系。思念，好，邀请大家来想一个啊。什么原因会让一个成年的孩子因为思念，而不是责任哦，不是责任哦，因为思念而会去主动的去跟他的爸妈联系？不是责任哦。你知道，很多亚洲华人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责任，就叫做：如果你不来找我，就是不孝顺。哦，这个我讲不是责任啊，是思念，单纯思念。大家觉得这个思念是怎么来的？是怎么烙印在一个成年的孩子身上的？很简单，从他出生一直到他18岁那一刻，我们中间是怎么相处的？我们中间是怎么相处的？好，我还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啊。有一次我去一个国中演讲，
那个国中是个小学校，学校只有79个国中生。我刚刚讲的亲子关系的期末考是成年嘛，但是其实有期中考的。期中考就是青春期了那一次呢，我对着79个国中生演讲，然后我就跟他们分享，我说讲，我突然好奇一件事情，我就说，同学，我问你们哦，你们回到家会跟爸爸妈妈分享学校大小事的，请举手。你知道现场多少人举手吗？有啦，不要那么绝望。7个。对，真的，我那个印象好深刻。我为什么会深刻？因为当时我儿子才5岁。我儿子那个时候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放学接他回家。老实讲，幼儿园的孩子都是怎么样？牵到我们的手，爸爸，我告诉你哦，今天同学、今天老师、今天的活动，噼里啪啦一直讲，甚至还要我们跟他说，好了，可以了。你好吵。不觉得很神奇吗？是什么原因会让一个原本对爸妈滔滔不绝的孩子，到了14岁变成惜字如金？我很好奇，超级好奇的。于是我就邀请了一个同学说：“同学，你没举手对不对？”他说：“我没举手。”他就站我旁边，我就跟他讲说：“同学，所以你回到家不太分享对不对？”我说：“不太分享。”那来，我邀请你来当我的小孩。你假装现在回到家，然后我问你问题，你平常是怎么回你爸的，你就怎么回我。他说：“哦，好。”他说：“好，简单。”他就拿了书包假装，爸，我回来了。你回来了，怎么样啊？今天学校还好吗？还好啊。哦，是哦，那你今天跟同学怎么样啊？就那样啊。就那样是哪样啊？就跟平常一样。不知道，忘记了，可能吧，差不多。一满班，干嘛问？很烦嘞。我可以进去了吗？我说同学，你跟你爸妈讲话都这么简单扼要。我说那你在学校有没有发生可以分享的事情？他说有啊。那你知道你爸妈会问你是关心你吗？我知道。你既然知道他们是关心你才会问你，然后又有事情可以分享，那你为什么不想讲？来，他告诉我2个答案哈。第一个答案他说：“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他们讲？我每次讲了，最后还不是要听他们的，我讲干嘛？”来，这一段话我们把它套在前面的权威或位阶的家庭里面啊。第二句话来了，他说：“况且很多事情我都讲过了，但是我讲完之后，被骂、被念、被处罚，我为何还要再讲第2次，再被骂、再被念、再被处罚嘞？”来，这简单的第2句话，我用一个白话文就可以把它解释清楚了，就叫做一个孩子透过他跟爸爸妈妈的相处，学习到了如何对爸妈趋吉避凶。其实人的天性。趋吉避凶的概念就这样做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内在涌出的是正向感受，我之后就会好想要再次碰触这类的事情嘛。但是如果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内在涌出的是负向感受，我之后就会想办法避免跟逃离这件事情。这很正常的人性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Google 大脑的可塑性大概就可以讲出这样子的历程那以教养跟沟通上的趋吉避凶是怎么样呢？我举个例子假设今天有一个孩子，他在家里面偷打电动3小时，偷打爸爸妈妈不准他打，只能打1个小时，但是他偷打3小时，然后他我要破关，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然后不断的打，最后他终于破关了，好开心，好兴奋，好想要分享喜悦。于是他打开房门，看到2个人影，忘记是爸妈了，上前走去跟爸妈说：“爸妈，你知道吗？天哪，我终于破关了，我好开心，我花了3个小时，累死了。”很妙
因为我这一段，其实我在蛮多地方都讲过，但是我后来发现，绝大多数的家长都会回同一句话，都是回这一句，真的很奇妙。孩子啊，如果你学习有像你打电动这么认真就好了啦。我问你啦，打这个电动对你人生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意义？啊，你宝可梦都可以背那么多，啊，你的英文单词为什么不能多背一点？绝大多数都是回这一句话，真的很神奇啊！好，在这个软性的硬是怎样？你给我过来，拿来，没收，禁足，处罚，去罚站，这样给我回来！太生气了，手伸出来，啪啪啪！我们来想一想啊，其实这个孩子一开始的初衷是什么？对，没错。他单纯想要跟2个他最爱的人分享他刚刚所发生的喜悦，结果呢，他的遭遇是什么？被骂、被打、被念、被处罚，他的内在是不是产生了很多的负向感受？于是他就有一个 OS 会产生了。这句 OS 我接前面，你们帮我接后面。早知道，对，早知道就不要说了。早知道就不要告诉你们了。不过这也很为难啊，因为我们身为爸爸妈妈，我们的责任感太强了。我们就要教他嘛，我们要去培养他一个更好的品格跟人格嘛。那我们答应的事情你没做到，我当然会不高兴嘛。然后所以我要教你嘛，这非常非常正常。但是在教导孩子的当下，请大家记得，我们到底教的事情，教的言语。我们是为了解决事情，还是在关心我们眼前的孩子？这个不知道哈。来，那不好意思，因为我通常会举例的是，可能在体制内的一些上课的模式哈。那我来讲讲看看能不能符合到你们孩子的上课模式哈。假设今天有一个孩子放学出来，脸色很臭。你们是我的父母，我就是那一个放学出来的小孩。我是个小学5年级的男生，我的发育比较好。我是个小学5年级的男生，然后你们是我的父母然后我放学出来之后，你们会问我怎么了，然后我讲一大段话。你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叫做听完我所讲的话，你们依照你们的习惯，依照你们的本能，会说出来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对我说的，对孩子说的。好，这是你们等一下再去想的。好，来了。好，我照一个就是传统体制里面的一种方式哈。爸妈，我放学了，然后还脸很臭，怎么啦？老师真的很讨厌啊！明明大家都有在讲话，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讲，结果老师只叫我起来念，而且我一开始又没有讲，是旁边人找我讲我才讲的，结果老师只叫我，我就很生气啊。然后老师越念我就越不开心，于是我就当着老师的面回呛老师5、6句。讲完了，来，各位爸爸妈妈，我讲完了，我是你们的孩子我讲完之后，我呛老师5、6句来，你们会想回我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怎么可以呛老师？好，大家心中可能都会有一句话出现了请各位爸爸妈妈去思考一下，我所回的这一句话，我的目的是想要解决问题，还是想要关心眼前这个孩子？我为什么会说是关心眼前这个孩子？请记得，他出来的初衷其实只有一个，他并不是要我们解决问题的。他在干嘛？是，他在学校遇到了很不开心的事，他面对他2个最自在、最放松、最爱的父母，他在跟他们分享刚刚的郁闷，他在分享刚刚的不开心。
但是，难道我们听完孩子说话就哎呀，他在分享心情，所以他发生任何事情，只要他分享，我们都不要去教他，是这样吗？不是哦，但是也不要这样子哈、哦。哎呦，孩子啊，你呛老师，你好棒哦！哇，孩子啊，你打电话打这么久，你好厉害哦！好，这样也不对哈，这样也不对哈。身为爸爸妈妈的我们，该教就是要教，该管就是要管。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练习一件事情，请记得，孩子的倾诉是在分享心情的话，即使这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管教他，我们都要先忍住。要干嘛？先把他的心情分享听完之后再教。为什么哈？我来举例哈。假设一个老公下班回到家去诉苦他在公司里面的不开心，人们说老板怎样怎样，那个工作怎样，客户很难搞啊。如果老婆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问题的话，我是这样回：你抱怨那么多有什么用？你还不如把钱赚回来比较实际，不是吗？你觉得老公听完这一段话就对耶，老婆讲好有道理哦，我郁闷的心情立刻消失了，会吗？不会，不会。所以解决问题的分析跟道理跟说教，对于一个在分享心情的人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啊。所以请记得，来，我再重复一次啊。如果我们意识到孩子的分享是在倾诉心情的话，这个心情不管是开心还是不开心，还是郁闷，还是生气，还是难过，都可以。他在分享心情，即使他在分享的事情上面是需要我们管教的，我们都要先忍住，我们要先忍着，聆听他的分享完了之后，我们再去教。不过这时候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因为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是需要教他的，我们越听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内在一定很多的复杂了，对不对？很复杂。那他说：“好，我现在很担心，我现在很不开心，因为孩子怎么可以这样？我很生气。如果不回话，也超神奇的，超奇怪的。好，我不讲话可以吗？听就好了吧？宝宝你还好吗？也是超奇怪了，超级无敌奇怪的哈，所以也不能这样嘛。那我们该怎么回嘞？来跟大家分享3种回应方式。第一种就叫做单纯的回应。是哦，真假？不会吧？天哪！哇塞，怎么了？怎么样？是哦，哇！对，就这样。好敷衍。老实讲，年纪越小越吃这一套了，是不是？对不对？但是越大我们要收敛了，不然他会说：“爸，你太夸张了。”哦，我们可以说：“是哦，原来如此。为什么？那怎么样更敷衍？是哦，真假？不会吧？你讲，我有在听，真的，这才叫敷衍。”不过孩子年龄越大哈，我们这一招可能就没有效果了，就是会开始慢慢无效。我们要搭配第2招，要搭配的。来，第2招就这个，好奇的客观提问。他来讲述，孩子啊，平常这个老师上课，班上都是那么多人在讲话吗？没有哦。那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怎么让全班的人都一直在讲话啊？那你曾经有在这个老师上课时候讲过话吗？爸爸只是好奇，为什么老师不叫别人，只教你而已？那你原本没有要讲话，那你的同学跟你讲了什么，让你想要去跟他讲话了呢？那你明天还要去上这个老师的课那如果其他人又讲话了，那你又不想被处罚怎么办？好奇的客观提问，这招很厉害哈，真的很厉害了啊。那第3招可以搭配使用，那等一下跟大家分享哈。所以请有一个，但是我再加码一下哈，我再加码。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孩子，就这个正在分享的孩子，他越讲越严重，例如说，
老师还要处罚我，说我都不能怎样怎样，不准碰哪一边的东西，我就很生气，我就拿起我的东西往老师方向扔了过去。哇！我相信爸爸妈妈听到这个应该动不了了吧？那这时候怎么办？你搞什么东西啊你？要这样骂了吗？也不是嘛，对不对？那应该怎么做？我们刚刚听到孩子这一句话，我们的表情一定变了。哎，表情变了，表示内在有情绪了，因为相由心生，表示我们的内在的情绪已经涌出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喊暂停了，要离开现场了，该去跟他隔开一下，我真的是听不下去了啊！哎，为什么喊暂停的一定是父母，不会是孩子？因为大家应该明白到情绪控管这4个字是需要培养的吧，对不对？好，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书上都学习到的东西，就叫做一个人的情绪控管，大概要到18至25岁才会趋于成熟跟稳定，因为它绑在一起的叫做前额叶前额叶这一块。所以我们的孩子才几岁啊？他才7、8、90岁而已啊，所以他还是一个情绪控管的菜鸟练习生啊，他没有办法做到所谓的妈妈，我很生气，你先不要打扰我，我可以自己处理，没问题。这个有难度，真的有难度，他还在练习，还在摸索啊。那亲子之间好像有一方已经破25了哈。就是我们父母就是父母，所以父母既然是相对于孩子，我们情绪是比较稳定的一方，跟他相比一定是比较稳定的一方。所以当我发现我快火大了，或很生气的时候，就喊暂停。好，这个时候孩子正在分享，我们要如何喊暂停？要这样喊。要先认同他嘛，称赞他嘛，但是我们又不能说，哎呦，你向老师很棒，丢东西丢准呐，不能这样回哈。那我们应该要回的是，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无法称赞跟认同孩子的事情，我们要学习去称赞跟认同孩子愿意与我们分享和坦诚这件事情的行为。哇，孩子啊，你在学校发生这件事情，你回到家愿意跟爸爸说，其实爸爸很开心。谢谢你回到家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哎呀，这真是很谢谢你。先肯定他愿意分享这件事情，然后就跟他讲说啦，客观的事实陈述，描述当下内在状态。不过爸爸刚刚听到你拿东西往老师那边扔，你呛老师，然后上课讲话，其实爸爸不是很认同，所以爸爸现在很复杂，爸爸现在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讲这些事情，你才会比较明白爸爸的意思。那你还在你还在气头上，那你先去消化你的情绪，你先去做你的事情。那爸爸也先去喝口水，爸爸先去看一看，等到爸爸想清楚了，我们再来聊 ，OK？ 调节一下舒缓一下，然后等到我们的状态好了，他的状态也好了，我们再回来继续沟通。所以来个小结论哈。如果我们的孩子就是那个旅行中的人，而爸爸妈妈的说话方式是像北风一般，我们的孩子就会感受到寒风刺骨，而这个寒风刺骨呢，就会让孩子浑身不舒服。因为不舒服，所以他只想远离，他的防备心也会越来越厚，然后就关系越来越疏离。所以我们不要当北风，我们要努力当一个太阳的父母。而当太阳的父母其实是跟我们的惯性是相违背的，所以这一切都是需要练习的，非常非常需要练习。好，有哪一些说话方式呢？第一个，跟孩子说话，我们要试着传递出温度，而这个温度不管是言语上或者行为上，都要传递出温度。你们知道有一个举动，不用说话，他就会感到温度。所以，当我的老婆因为很生孩子的气，她会先传简讯给我嘛，说你今天儿子怎样，你今天女儿怎样怎样，然后我看到了，她说
一回到家，打开房门，老婆，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呢？因为我希望我等一下的日子好过。那除了肢体语言之外，其实如果青少年的孩子已经不太拥抱了，就拍拍他了，拍拍他哦，这些都可以啊。那温度还有就是言语，那言语怎么说呢？来，第二个，传递温度的言语，就是在交换讯息的过程当中，有尝试互相理解，以及第三个，孩子即使做的没有很好，他也能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与关心。好，大概就是这一些。那我再讲述一下什么叫温度哈。来，温度的具体做法就叫做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有让孩子体验到，讲体验哈，刚刚有讲过，认知跟体验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我们要在过程当中让他体验到我们对他的爱、关心、关怀、肯定、包容、支持、相信、尊重、接纳、在乎。以及我为何要管教你的良善动机，让你理解。好，来，我们现在做第一件，我们现在做一个练习哈，我们就可以送书了哈。这个练习呢，可能需要点勇气。我用一个情境哈，这个情境就叫做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孩子狂滑手机，就像刚刚我讲那个例子啊，狂滑手机。那我们要怎么用太阳的温度来跟孩子说话，让他愿意心情是正向的方式，然后把手机收下来？有没有愿意扮演这个孩子的家长，然后就可以拿一本书？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直接扮演家长，然后你们扮演我的孩子就好了，这样也可以啊，只是没有回话，那我就讲我的了。好，可以哈，好。那我想办法要送出书了。我没有关系啊，等下 Q&A 也可以用了哈，或者是想要什么事情啊？来，假设哈，我是爸爸，然后你们是我的孩子，你们在滑3C哈，我想想，电动先不要，因为电动时间那个有时候跟同学一连线连1个小时有点麻烦。那滑抖音好了啊，抖音比较容易断掉，能够容易中断。好，这个时候啊，吃饭，看他一直在滑，就你们一直在滑，然后我说，孩子啊，我们在吃饭啦，那我们那个手机可以收起来，我们一起好好吃饭啊。然后这时候你们就会说，我不要，等一下，快好了，还没，再一下，对不对？这时候我要说了哈，好啊，孩子啊，那你先用你的手机。只是爸爸想要知道说你大概可以用多久，因为爸爸想要好好的跟你吃饭，那你可以评估一下说大概需要多久嘛？10分钟好不好？就像刚刚一样哈，好，10分钟，10分钟到了，他会收了吗？他不会收。好，这个时候来讲话了啊，孩子啊，你刚刚说10分钟好像已经到了，那你可以跟爸爸讲你在做什么，就是你还没有办法放下来手机。这时候你们可能会怎么说？啊？没有什么，只是在看。哦，那你在看什么？你在看抖音吗？就这一集还没看完。哦，这一集，那你在追什么？你可以跟爸爸说吗？追韩剧吗？柯南。哦，看柯南哦。你有没有觉得那个黑人很神奇？有哈。有时候觉得很恐怖。很恐怖啊，对啊，有时候我觉得柯南为什么永远都长不大，很神奇哈。然后他的那个魔力那个小五郎，他的后面应该很多刺的吧？怎么都没有人发现啊？小兰那一根很神奇哈，对不对？好，那女儿啊，你大概还需要多久？这一集才会看完？我想要看完这一集，它上面写还有12分钟。好，那12分钟爸爸等你啦，因为爸爸今天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想要跟你分享。那爸爸等你，我慢慢吃。那你看完这一集，然后你再把它放下来，可以吗？好，那如果是你的话，就是你觉得你会12分钟看完之后就放下吗？刚刚那样的话应该可以啊。好，你放下来之后呢，那我还跟你讲这些话哈，你听听看，听听感受，直接变成他了。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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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哎，坐。好，如果我是一个爸爸，然后跟我的女儿说，就说，哎，女儿，哎，你看完了哦？好，那我们吃饭。爸爸今天只是想要告诉你说，哎，你很喜欢的那个 BLACKPINK 啊，他们全体都签约嘞，他们都签有 YG 嘞，而且是签团体约。你怎么会知道？哎呦，爸爸，因为你的介绍，爸爸因为你的介绍我才去认识的啊。哎，你还忘记了之前那个谁居属flower 我也会跳，好不好？对不对？是不是？对啊，哎，然后还有那个谁，哎，你知道那个谁，那个什么团体啊，BTS 都去当兵嘞。哦，对。哎呦，你这样会不会想 V 呀？哎呦，他们这样2年才能出来耶，这样好可惜哦，对不对？不过这样2年之后，他们会不会更厉害？你觉得呢？会。好，就这样跟你聊，你觉得可以聊多久？应该也是可以。聊30分钟，有机会哈。好，讲完了之后哈，好，孩子啊，那我们吃完了。爸爸刚刚跟你聊天聊得很开心因为爸爸觉得爸爸有时候工作很忙，然后你有你的事情要去做，特别是你有柯南想要看，对不对？所以爸爸就会很珍惜跟你一起吃饭，可以跟你聊天的时光。因为爸爸很想要跟你分享今天我有发生所有好玩的事情，我也想听听你在学校发生任何事情。因为爸爸等一下可能又要去工作了，那因为爸爸很珍惜跟你一起吃饭聊天的时间，所以刚刚我看到你一直在滑手机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有点小失落啦。但是我能明白你有你想看的东西。好，那我转头跟大家讲哈。那爸爸也有我也知道你有想看的东西，所以下一次如果我们要吃饭的时候，你能不能我先提醒你，我们等一下就要吃饭了，然后你快速的把你要看的段落把它看完，然后看完之后就上桌，然后我们一起不滑手机，爸爸不拿你也不拿，这样你可以接受吗？说到做到。好，这句话我一定会接下一句话，所以爸爸曾经没做到吗？有哦，如果爸爸有的话，来，如果是大家接下来会怎么说？啊，那是爸爸工作忙啊，爸爸就说正事啊。哎，请不要这样讲啊。是哦，所以爸爸上一次你想要找爸爸讲话的时候，爸爸却在讲电话。那你每次都规定我们怎样，然后你自己没做到。所以当你想找爸爸讲话，爸爸却在做我的事情，你没有办法跟我讲，你会生爸爸的气吗？不会的。那你会不会感到有点失望？一点点。不好意思啊，爸爸让你失望了。没关系。不过爸爸可能真的有一些工作的事情，那如果下一次我真的因为工作没有办法一定要接的话，那我会告诉你我可能会讲多久，然后我讲完了，我会让你知道我讲完了，然后接下来我就完全不拿手机，专心陪你。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不好意思哦，当然是让你失望了。那爸爸之后会试着努力去做，好不好？哎呦，太好了，就这样。啊，这个是一个，哎，你知道为什么觉得困难吗？因为这跟我们的惯性不同。我在我儿子5年级的时候，然后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开始青春期前期，然后发生很多事情，我才下定决心我要去学习萨提尔的亲子对话，就是那个时候李崇建老师那本书。然后呢，我开始去学了之后，我觉得如获至宝，我说天哪，还可以这样对话，还可以这样沟通啊，太神奇了。于是呢，当时我就模仿李崇建的说话方式，去对我的孩子。所以我一学完之后，我就看到我孩子，我就说：“泽泽，怎么了？你还好吗？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可以跟爸爸说吗？”你知道我讲这些话，我儿子是这样。你还好吗？然后，但是我也很挫败啊。哎，我会想要去学，我的目的又不是为了我是为了我们2个。哎，
我是想要让你跟我的关系更好，我们的沟通可以更顺畅。为什么我去努力问谁？其实我当时我也很挫败，但是我大概练了2-3年，我就越来越自然，越来越就像刚刚那样子。那怎么自然自然的方式就叫做我们要跟孩子沟通跟教养的说话方式，尽量跟我们平时的说话方式是靠近的。因为是靠近的，所以我们突然的一些讲话方式，他就不会觉得奇怪。所以我在日常生活也在改，我在需要沟通跟教养的时候也在改。而且有没有发现刚刚的对话模式有没有平等？有没有尊重？我尊重他，要把这个东西先看完哦。有没有好奇？我好奇他怎么了？有没有关心？所以爸爸曾经没做到吗？哦，是哦，那你就称爸爸的气嘛，这要生气，这叫关心所以这4个条件，它在我们的太阳的这些沟通方式里面，就会传递出温度了。好，那我们来做一些细节最后5分钟，可能会多个2-3分钟第一个，能够跟孩子进行一个太阳式沟通的第一步，绝对是我们不要当警察，我们要当导护队。好，什么叫导护队？导护队就是我们身为父母，我们有管教孩子的职责。我们拿一根杆子，这根杆子就是什么？管教的界限，我们还是要管教孩子的。所以，当孩子的行为要开始去闯杆子，要去碰杆子的时候，我们要挡住他。但是，我们挡住他的目的不是处罚他，而是告知孩子我的杆子在这，然后如何引导他往更好的方向走。那就会有3种东西出现了。第一种叫做，孩子莫名其妙去闯杆子吗？不太会，一定要理解孩子的想法。特别是孩子年纪越来越大我曾经遇过一位妈妈，我就问她一个问题来大家想一想这是我曾经遇过的一个状况。一个孩子已经5年级了，他每个6日都可以打1至2小时的电动，每天就是礼拜6或礼拜天，平日没有。但是他妈妈后来发现，他的孩子会在早晨6点多的时候提早起来去偷玩，5年级了。这个时候我就问这位妈妈一句话：那你的孩子知不知道界限在那边？就是你的规则在哪里？他说知道。你的孩子已经5年级了，已经10岁了。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在他明明知道规则在那边，他明明知道如果我做这件事情，爸爸妈妈发现了会不高兴，我还是要做。你们觉得是？就是我就问他，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后来，这位妈妈就讲了一句话，就讲说，她大概透过一些对话跟引导她说，因为她的孩子在同侪之间有状况，他没有朋友，他必须要靠电动去找朋友，所以他为什么一定要去碰一下？因为他必须要在那边找到跟同学的归属感。所以每一个孩子，特别是越大的孩子他已经知道规则在那，界限在那，他为什么还要去冲撞？一定有原因。所以第一个要去了解孩子的原因，第二个告知孩子我们为何要管教你的良善动机，让你理解。第三个找寻中间值的双赢办法。好，那我们来做一些例子不是这里讲细节第一个，我们如何让孩子感受到我们是愿意聆听你、愿意懂你的原因的？如果孩子他面对他要去有一些原因，他去冲撞我们的界限的时候，他的内在一定是带着情绪的，可能是不满，可能是生气妈妈不好意思，我再举那个你刚刚讲的例子看刚刚那一句话，你说到要做到你们不觉得这句话是带着情绪的吗？对啊，带着情绪的所以当一个孩子他的语言跟表达是带着情绪的时候，就表达他的内心一定有事。那这个事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先关心他。你还好吗？你怎么了？你刚刚的生气是什么？
你刚刚好像很不开心你可以跟爸爸说你怎么了吗？哦，先去关心他。当孩子愿意说的话，我们就专注倾听。倾听的时候，没有分析，没有批评，没有建议。我们要做的只有3种回应方式：第一个，单纯的回应；第二个，好奇的客观提问；第三个，就是这个，尝试反映情感。好，怎么反映情感啊？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先去猜测一下我们孩子心中的情绪或感受是什么，先去猜测一下，大概猜到了，我们就要试着客观的事实陈述，说出我们观察到他可能的情绪或感受是什么。哦，举例来说，以刚刚我是那个发育很好的小武生哈。小武生，然后一出来就是那个讲说老师很讨厌，叭叭叭叭。来，我们可以怎么用这样的方式回他？哦，孩子啊，你在学校发生这件事情，难怪你看起来这么生气的样子哟。还有别的？有没有愿意讲一下的？对，我现在是要努力去。有没有愿意讲一下这个？好，讲了啊，委屈，如何去陈述委屈这件事情？好，请说。孩子啊，你不要模仿我，要模仿也 OK 哦。啊，我都说宝贝。可以，叫宝贝。宝贝，今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只有你被老师喊了名字。你应该是蛮委屈的吧？非常好，掌声鼓励一下。就是这样。或者是说，当全班都有在讲话，但是只有你被叫起来，我相信你当下一定觉得老师很不公平，所以你才会这么生气去抵撞老师，对不对？都可以哈，都可以。所以我们去猜想一下他的内在情绪有哪一些。所以来举例一下，假设有一个孩子，他的在学校报告没有做好，或者是跟同学一起做报告，进度被人家拖累，满脸闷脸。那个妈妈很奇怪啊，叫他做他都不做，都是我在做，就可以回他啦，就可以这样回他了，对不对？千万不要这样讲哦。哎呀，能力越强，责任越强。哇塞，能力强人活该是不是啊？蜘蛛人嘛，这要建议了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可以试着练习看看，在日常生活当中，包含伴侣也可以用啊，伴侣也可以用。好，下一个，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我们是需要教养他的话，该怎么办呢？来，第一个。阿德勒心理学有说如果希望孩子能够把我们的教养话语听进去，我们就要先连结情感，再纠正讨论行为。好，什么叫连结情感？连结情感的说话方式就很像是我们在跟这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有感受到我们两个的心越来越往彼此靠近跟贴近。那有几个步骤，那跟大家先分享连结情感的说话方式就是这个。叫做不行，这样客观事实陈述，这个常常描述出来这个时候要加上2个了，讲出孩子的情绪跟感受，以及我们的情绪跟感受，两边都要。左边2个就叫做连结情感，右边叫做理解孩子的想法，告知孩子我为何要管教你的良善动机，让你理解，找寻中间值双赢办法。好，我做个例子假设今天孩子他因为他的某个期末报告要交，然后他都没有在弄，然后我们一直在提醒他跟催促他，这是他不耐烦。烦呢，好啦，讲几遍哦。好，大概是这样。那这个时候爸爸妈妈怎么回？你这是什么态度？这句话是带着慰藉的对不对？只有上位者会对下位者讲这句话有听过对同学你这什么态度不会老板你什么态度也不会通常都是上对下的好，那怎么回呢？来，
孩子啊，爸爸因为知道过2天你的期末报告就要交了，然后我看你的进度都还没有很完整，所以爸爸有点担心。那因为很担心，所以难免就会提醒你很多遍。我知道我爸爸刚刚提醒的过程当中，你可能越来越不耐烦。你可以不耐烦，但是你刚刚对爸爸不耐烦的方式，其实爸爸看了也不是很高兴。你刚刚对爸爸讲，那个白眼是什么意思啊？其实爸爸听到你这些的反应其实我也很生气的。所以，孩子，你是可以不耐烦的，但是能不能用爸爸能接受的方式来好好的跟我表达你的不耐烦，而不是只有这样可以吗？好，那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你就可以下次跟爸爸说：“爸，我会去做，我跟同学讨论好了，真的。”你好好跟爸爸简单讲这样子的话，爸爸就不会再提醒你了，爸爸答应你。这样子，客观事实陈述，讲述他的情绪跟感受，我的情绪跟感受，然后理解他的想法，告知孩子我们为何要管教你的良善动机，让你理解，找寻中间治双赢办法。好，我相信这样做后的沟通就会比较听得进去。请记得哈，真正的双向沟通不是讲的人讲了多久，而是听的人愿意听进多少。如果一个孩子他只是在这边这样子的话，例如说，你知道一个不愿意听孩子，一个不愿意听爸妈讲话的孩子都会呈现一个站姿都是这样站。他们有共同肢体语言，叫3七步，微驼背，头会歪歪的，眼睛斜斜看上方，加扁嘴。然后他这个站姿，我们看了一定很不高兴嘛，然后就跟他讲说：“你给我立正站好，眼睛看我啦。”这个时候他会变成另外一种站姿，会变成这样。然后他这样站好了，好，我们今天讲我们的，我们讲，突然咽口水或喝口水，他会回一句话：“妈，你讲完了吗？我可以走了吗？哦，还不行哦，好，继续，麻烦。”他有在听吗？没有，没有，好，所以来，我们做个结论，我们就结束了所以其实我刚刚在演讲的过程当中，前面的快45分钟，我都没有在讲真正的沟通的细节。我讲的是2个，第一个是爸爸妈妈一定要先改变，第二个就叫做我们的情绪要稳定，孩子的情绪也要稳定。所以为什么呢？因为爸妈改变，情绪稳定，才会创造好的连结跟好的关系。而连结跟关系是沟通的根本，关系好，连结够，老实讲，怎么沟通都 OK 啦。麻烦就在于沟通那个关系不好，连结不深，硬要沟通，他就只想反抗。那这样子的沟通就很像是北风了。只要我们愿意当太阳，即使我们在管教，他依然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与关心的。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最爱的人，他绝对值得我们用更好的方式来跟他说话。好，我是泽爸，泽爸爸的爸。那欢迎大家到脸书、IG 跟 Podcast 以及我的这几本著作。刚刚讲的那个什么好奇的客观提问、挖掘的在这一本，表达温度的在这一本大家都可以参考。好，最后还有一本，有没有要提问或者是讨论的？没有的话，请说。先谢谢你的分享。哦，不客气。爸爸坐没有关系。来，好，请说。就是有时候遇到有时效性的。你说上学吗？就是有一些情境它是有时效，比如举个例子，比如我们去医院都会需要让小朋友戴口罩。OK。之前我们也会给他一些引导。是。然后去他也真的有戴，没有打针。那戴到一半，他可能就说很热，我想要拿掉就拿掉。但是站在我们的父母的角度很紧张，因为你医院病毒很多啊。对。那他就是躲不戴，那这时候就会开始有情绪了。但是我们还是会说，爸爸知道你很热，但是这边是医院这样，但还是不戴。这是第一个问题，那我们要怎么去引导小朋友？他几岁？他6岁。OK，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因为我有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是女生，一个8岁，一个6岁。个别在单独处理的时候，其实都还 OK。对。就是我们都有自己的方法，因为2个个性不一样。但是。有一些情况是，他们2个可能有些吵架，有些争执，大概
在当下可能会有些要动手，但我们就是会引导，就希望不要。对。但这个时候因为两个人个性不同，你该引导一边的时候，另外一边可能就会有一些反应。你在讲这边哪有？对，明明是你。对。但当下其实我们会希望他们不要真的打架或吵起来，那我们有一些方法可以去，像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一些是有时效性的。哦，好，了解。6岁那个，那可不可以请你当你6岁的女儿？女儿是8岁。哦，那就是儿子是6岁，6岁的儿子。妈妈，爸爸你坐就好，爸爸你坐就好了。那可不可以请你扮演那个6岁的儿子？就是你不要戴口罩。好，我们都进到医院了哈，都戴着了。然后这时候你要说3、2、1，你就说我不要很热，干嘛的哈？可以吗？好，3、2、1，来。我不要戴很热。哦，是哦，你觉得很热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旁边很多人，那这些病菌可能因为你没有戴口罩而传染给你，怎么办？然后他那时候对，照他的，要如要欢的，但不要情绪上来到无法沟通。因为如果你现在我们要处理一个有情绪的孩子哈，我们可能要在那边待个1个小时喽。所以我们只是模拟而已哈。他开始说我不要。你不要啊。很热。很热哈。那我们的号码还有一段时间。哎，请问当时那种状况只有2个人吗？还是有老婆也在？跟他。就你2个人对不对？他好。那时候是有情绪，就是有一点就是这样子。哦，好，那儿子，没关系，如果你不想要带的话，那我们可不可以到那个地方？那边人少，那边比较空旷，然后爸爸这边也看得到，因为妈妈不在，只有我一个人，那我要看号码，所以爸爸在那边看，因为爸爸会担心说，如果过号了，如果带你出去，我们过号的话，我们就等更久，因为我们不是等一下还要干嘛嘛。但是你现在很热，那我们至少在那个地方让你喘口气，那边比较人少，然后爸爸看得到号码，但是等到我们要进去了，我们还是要带上，好不好？但如果你的孩子的话会怎么说？我那时候没有这个方法，可是如果把他带到旁边，因为他还是在医院，但这是自己还是会蛮担心的。对，我会提这个，并不是它是一个100%的好方法，而是请各位爸爸妈妈要去依照我能接受的方式，去看看有没有办法去办到他的需求。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例如说满满都是人，一点人都没有，那有时候强制还是要强制啊。对啊，就是在能够符合我们的界限、我们的条件情况底下，有没有能够互相办到的？有办到的话，就是那边人，如果是我能接受的话，我就是直接在那边，就是至少能空旷比较没有那么极其的危险性。那手足的话因为一个8岁，一个6岁了，那我想要问爸爸一句话，就叫做：他们有没有随着长大，他们的争吵频率度越来越低？有就好。然后我先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哈，大家笑声是什么意思？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因为每一个人的大脑，特别是处理前额叶这一块，它里面要负责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叫做同理心。什么叫同理心？就是我能够站在他人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而不是永远以我的中心去思考任何事情。那通常一个孩子的前额叶在5、6岁之前，他虽然有长大，但是等级不太够，所以通常都起不了什么很明显的作用。什么时候很明显？6岁以后。但是要看发展，女生提早，男生比较晚，男生可能有到7、8岁。所以能够具备同理心这件事情它可能要有一个年龄层，而只要我们父母在孩子手足之间6岁以前我们有处理好的话，就他们2个之间的纷争过程有处理好的话，到了6岁之后，他们的争吵的频率度跟程度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越来越好。所以我会讲到这个，就是因为一个是8岁，一个是6岁，一个刚满6岁，而且是男生，所以有变低，就表示我们正在一个好的方向前进。
那怎么处理细节呢？刚刚爸爸有提到那个细节，就叫做当我们要两边聆听的时候，一个人在讲话，然后另外就一直插嘴，一直插嘴，一直插嘴。通常都是谁在插嘴？比较多，还是都会？都会。你讲这边就会讲，然后讲这边就会讲。好，那我来举个例哈。假设这时候你们两个人都在吵架，就是你可以同时扮演弟弟跟姐姐哈。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说，哎，好了，姐姐弟弟，你们都很生气，虽然爸爸刚刚没有在你们旁边，我们不知道你在气什么，但是可不可以先等你们气完了，我们再来说？那这时候你会说，都是他，对不对？可能会这样啊。好，我知道，我听到了，我就感受到你好生气，你在指责弟弟，你在责怪姐姐，那可不可以等一下再说？等到你们先缓一缓啊，情绪好一点之后，我们再来讲。有什么需要爸爸帮助你们情绪可以变好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去做做看。但是等一下我们再回来谈论这件事情。好，这时候假设他 OK 了，情绪好了，这时候通常是谁先说，还是不一定？如果情绪好，就会特别讲的。如果两个都情绪好，就有时候譬如说在车上。哦 ，OK， 懂，好，就在车上，就没办法带开。就在车上，我们就在车上。那车上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是也是缓和了，但是还在车上。缓和通常是像就刚好今天早上，对，比如说就弟弟讲了一个事情，然后姐姐因为比较大嘛，就会纠正他。哦，好。如果是弟弟说，那我先，然后姐姐也同意的话，那他先讲。那这时候弟弟在讲，然后姐姐一说，然后这时候我就会讲，哎，姐姐，现在是弟弟正在说，那当然你可能会因为担心弟弟讲的不正确，你会不想要爸爸妈妈听了可能是弟弟片面的言语，所以你会急着想要反驳，对不对？但是请你放心，爸爸听完弟弟所讲的，我也会听你讲的，我会两边都听完之后，我再去看怎么跟你们讨论。所以你的担心，你可以先缓一缓，等到爸爸听完的时候，你可以记下来，你可以先想着说，哦，弟弟刚刚哪一些讲的是不正确的，你想要反驳，你想要跟爸爸解释的话，等弟弟讲完的时候，你再跟爸爸讲，爸爸会爸爸很愿意把他听你讲完。对，大概就这样。我刚刚做的做法叫做点出他的心情。为什么当弟弟在讲的时候，他会急着要说？他一定内在有一些担心、担忧，或者是不想要弟弟讲的不对的话。把这个点出来，就能满足他的内在需求了。我们知道你怎么了，放心，这个我会做到的。通常这样子的方法的话，就愿意了。如果之前都有在抢话，当我们讲完这一段话之后，他愿意好，然后这边，但他愿意，他是没有在抢话了。我们就等他弟弟讲完了。弟弟讲完了吗？讲完了哈。好，姐姐啊，你刚刚都很愿意尊重弟弟所讲的话。然后弟弟在讲的时候，爸爸有发现你的表情，你好像不是很认同，但是你却忍住了。爸爸觉得你好棒。那现在换你讲了，哎，弟弟，刚刚姐姐有好好听你说哦，所以等一下换姐姐讲了。虽然有任何你觉得不认同的地方、不对的地方，请你也先把它记着就好。然后爸爸如果等姐姐讲完，我会再回问你。如果你觉得你想要反驳的、你想要解释的，到时候我再听你讲，好吗？对，就两边尊重，学习让他们教导他们如何尊重，大概就是这样。好，手足之间只有一个状况，只有一个方向，如何让他们两个人越吵感情越好？那怎么越好呢？让他们两个越来越知道如何跟对方沟通，而不是凡事都要靠父母来让他们两个沟通。他们年纪越来越大，他们有他们的关系要建立。不能永远都是爸爸妈妈在中间帮他们建立关系，这样他们的关系不会建立的。等到他们成年了，他们搞不好都还要回来才会联系，那这不是手足了。好，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聆听，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哲爸。哲爸是我幼稚园就已经认识的，不是吧？不是，是我小朋友讲，幼稚园，我想我小朋友幼稚园就有听过他的讲座，所以对，他的讲座每次都对我有很深的回响，回家会想很久。然后他有 podcast 我们也会听，然后有时候遇到问题，莫名其妙在那 podcast 可能就会找到答案，我们也会这样子做。
然后我们其实还有2本书，就是会在我们 PTA 有一个问卷，然后今天不好意思讲话，还没拿到的，我们还有2本机会会拿到，有哲豹的签名咯，对，然后谢谢今天哲豹的分享，谢谢。好，谢谢啊，谢谢。还有问题可以思考。哎，另外2本我没签呢。没签吗？我我刚刚只有签3本。真的吗？但还有2本，对，那麻烦你了，对。